中国的人工智能警察马上就要上网执勤了，国内的老百姓做好准备了吗？看来以后这上电报也不再安全了。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5月20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呢是第二个视频，咱们聊一下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透露的中国警方的人工智能警察已经是上岗执勤了。平时上网应该注意什么？节目最后呢，我告诉你。咱们先看一下报道本身，是在5月18号，南华早报报道的是一个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不是对咱老百姓的，而是专门对警方的。参展单位就像什么华为海康威视公安部第3研究所这种专门研究监控的公司在那儿展出自己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我看了一下，至少有3个产品呢是为国内老百姓量身定制的。咱们先看一下哈，这个会的名字叫在北京举行的第12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说是国际我相信第3世界的人他也有一些去中国买东西的，欧美的企业恐怕不会去。那我们再看一下公安部第3研究所它展出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如果你想看，必须得拿警官证，人家才给你演示。它是做什么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监控。这个叫做个人极端事件的监控，开发公司是苏州凌宇提供的什么人工智能服务和公安部连锁。这他能做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分析一个人的网上言论，进而分析他的搜索记录，进而再看他购物计划。比方说一个人最近下岗了，夫妻活不下去了，他网上开始买白糖了，要买一些什么硝胺买一些什么金属这个人工智能就分析这个人对社会不满，他买这东西干嘛？他是吃的还是要做炸药的？然后再进一步进行筛选，重点监控和追踪，就是你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和你的言论3合1。这个分析就不是靠人了，完全是 AI， 它要在14亿群众里边找出这些所谓的极端分子。那第二个产品是什么呢？专门监控这个电报的。我知道国内很多反贼就是反共的一些人士，他们喜欢用这个电报做群组，因为电报对外宣传还是说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它现在也已经被部分的攻破，因为有一些国内的翻墙用户他是用国内的手机号注册的，或者说他就是卧底，他专门有中国手机号注册，起的名字也很大，什么民主什么自由这些东西，他就是变成一个奸细，混入一些人的群组，到底看看谁发表一些他们认为过激的言论，然后就对这种人进行分析，他的真实身份是哪儿。如果在国内的话，那就得看平时在哪儿上网的，什么时候发言，然后就分析这个人的职业，他到底的真实身份是谁。那分析出来马上就得喝茶呀。那第3个呢是我刚才讲一下他的破案的黑客手段是用攻破的手机号，这个手机主要是华为现在安卓系统，可能也包括国版或者港版的苹果。只要你用这些设备登录了这个电报，你就有可能被变成一个裸奔。那第3个叫做电子审讯，以后有事的话呢，现在无论是治安警还是什么刑警还是国保审讯它都有一套制式的流程，但这玩意儿呢，它也有很多自由裁量权。比方说，这个警察他本身就想糊弄事儿，或者想敷衍过去，或者赶紧下班了，赶紧把这案子结了，或者是只是批评教育就可以了，他不会把这个事儿呢刻意扩大，这个个人的权利就很大。但未来没这好事了，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人一起对你进行审讯。那如果人工智能这个人具备高度的危险性，你警察都很难再网开一面。他这套系统呢是哪个开发的？我看它也是公安部第3研究所，叫做智能审讯。他说还能够击穿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咱不清楚是个什么东西，但愿是不会出现冤假错案呢。刚才咱们提到这3个产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对老百姓量身定制的。那这些设备的隐患在于哪里呢？因为这个展会
它有个标语叫做没有网络的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如果说把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画了等号，那执政安全将是第一位的，什么法律啊、个人权益啊，也都得靠边站。这个大家耳熟啊。你真正在文革的时候，公检法都打倒了，市长、市委书记都打倒，造反派上台了，哪来的法治啊？不还是这个造反有理吗？这远的不说吧，就说这个3年疫情期间，说不让你出门就不出门，你甭管宪法呀、其他法律规定你什么自由出行的权利，你没那个。真正到了战时状态，真正到了那个打一场攻坚战的时候，完成抗疫政治任务的时候，所有的法律啊都只是靠边站。所以说，接下来啊，这3个工具大概率会被滥用，个人权利呢将会受到极大的挑战。那国内的朋友怎么才能安全上网呢？首先，我建议你把那个安卓手机你就别用了，安卓手机的安全系数比较低，无论是什么小米、OPPO 呀、华为呀，还是那个其他的牌子，都不如苹果。而且苹果，我建议你呢尽量想办法找到这种外版的苹果。你说国版和这个港版呢也不太保险，因为所有的苹果都是国内生产的，也有部分呢是印度生产的。但是你国版呢，它要按照国内的要求，它有一些特别的设置。但是呢，美版的或者是欧版的，它相对来说安全系数要更高，没什么这个它特别的安排。第二呢，就是你在电报一些群组发言的时候，你要评估一下，有一些人特别活跃，专门勾引你，或者专门是希望你能畅所欲言的，你就要考虑了，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活跃的这个奸细，就是来套词儿的。你说的越多，最终呢，他就能分析出你这个人是哪儿的人呢？通过你的方言，到底是东北的，还是湖南的，还是广东的？因为有些词道有特地有这个方言特色。再就是你啥时候上网，慢慢就能追踪出你真实身份。如果知道你是谁了，你马上就会面临喝茶啊，更进而言之呢，你工作丢掉，对吧？找你老板约帖把你辞掉，干脆就这个让你失业，对吧？你失业你不就老实了吗？甚至如果你再不老实，直接限制你出境，把你护照剪了啊，你就在肉烂在锅里算了。所以说啊，把手机安卓换成苹果。第二呢，你上族群的时候，你可以多听少说，即使你要说，也要考虑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安全的防范的措施，好吗？这个事儿希望给各位一个提醒。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都和你更新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信息。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来共同探讨。再见。